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瑞。我们西班牙料理拍了这么多集，少了一样非常经典的西班牙料理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？那就是白雅海鲜饭。它是大家听到西班牙料理第一个会联想到的菜色。那在台湾大家会叫它西班牙海鲜炖饭。那其实它跟炖饭有非常大的不同。白雅跟 risotto 它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料理，料理方式到最后呈现的样貌，它们都是不一样的。今天就来教大家怎么做出白雅吧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今天做的是海鲜口味的白雅，那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海鲜食材来做搭配。我今天用的是甜虾、蛤蜊跟淡菜。蔬菜的部分我用了四季豆、洋葱、甜椒还有番茄。洋葱跟甜椒在炒的时候可以提供香气，那番茄它本身有鲜甜，那还有带点微微的酸度。那四季豆主要是提供爽脆的口感。蔬菜的部分大家也可以自由的搭配。那我们挑选自己喜欢的蔬菜，把它切成大小一致的丁。我们在做白雅，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食材，就是米。那我这次买的是西班牙的 arroz bomba。arroz bomba 它是一个最适合拿来做白雅的米，在煮的时候比较不容易烂掉，然后它会保持它完整的米的颗粒，那淀粉含量也高，更容易煮出锅巴。所以这是我们最适合的品种。当然 arroz bomba 在市面上的超市比较难买到。它通常是卖的是意大利米，那用意大利米也可以代替。意大利米它也有分品种啊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3个品种。等我之后拍炖饭的影片，我再来详细介绍。那如果你要用意大利米来代替的话，可以用 Calalonoli 这个品种，它是一个比较贴近 arroz bomba 的米的特性，它一样淀粉含量比较高。那在煮熟之后也比较容易保持米的颗粒，但多少还是会有点不同啦。那在做白雅还有一个我们的老朋友西班牙烟熏红椒粉，再来就是白雅一个很经典的食材番红花。但是番红花因为预算的关系，真的蛮贵的。那这边有一个很好用的替代品，这是一个西班牙的香料品牌。那卡门它有推出这个白雅的香料，那它有一定的着色效果，可以稍微的去取代番红花在白雅里面的作用。那你的预算如果 OK 的话，那当然是买番红花是最好的。那现在就来介绍我们的白雅锅。其实白雅这个词本来就是在指这个锅子。那白雅的锅子要去哪里买呢？在台北的话，黄河南路那边有蛮多的餐饮器材行，那边都会卖这种白雅的锅子。那最方便的当然就是在网络上买，网络上的各个平台你只要打海鲜饭锅或是白雅锅，都会出现这个锅子。它有分蛮多大小的，拿我手上的举例好了，这个大小的锅子通常是煮2人份，那这个呢通常是1人份。有人会说，这个锅子看起来好像蛮大的，那怎么只能煮到2人份，甚至是1人份呢？这就是白雅跟 risotto 最大的不同。西班牙的铁锅饭跟意大利的炖饭，它们实质性就是不一样的东西。白雅它米的用量就是在你完成之后，它的米只会有薄薄的一层铺在锅底，不会像 risotto 一样是一个湿润，而且是一个大分量大锅的东西。白雅它强调的是锅巴。所以我们米要煮到薄薄一层，让它淀粉质完全的释放，才能在它锅底甚至是米的上面，都能让淀粉去凝结，然后最后变成锅巴。所以我们不只会用到煮，也还会用烤的方式。那首先我们就是热锅，锅子热了，我们就可以下油。首先就是洋葱嘛，洋葱、甜椒它们是可以一起下锅的。那我们这边都是维持中小火的状态。洋葱跟甜椒炒香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剩下的番茄跟豆子下锅一起炒。之后就是像我们的西班牙米 arroz bomba。那一个人的米量大概是20到30克左右。我们把米饭跟材料炒均匀之后，就可以下高汤。那白雅很重要的一个材料就是高汤，我这边是用虾子熬的高汤。白雅最后的味道都会跟你的高汤息息相关，所以高汤越好喝越浓，那白雅它煮出来当然就会相对的更好吃，然后更浓郁。那高汤下去之后，我们就下香料，西班牙的烟熏红椒粉，还有海鲜饭的香料。
做白雅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把材料搅拌均匀，水滚了之后，我们再也不要再去翻动它了。我们在做的是白雅，不是 risotto， 我们做的不是意大利炖饭。我们要让它有时间去释放米里面的淀粉，那不要透过翻动去破坏它淀粉的组成，让它淀粉可以好好的形成一个完整的锅巴。我们这一步就开最小的火，让它维持在稍微冒泡的状态就好了。在滚的时候，就是下蛤蜊的时机了。那我在跟西班牙的主厨在学做白雅的时候，那有讲到一个概念，蛤蜊就是天然的盐巴，是天然的调味料，它本身带有很多的盐分，所以白雅其实我们不会另外的再多下盐巴。一个人蛤蜊的量大概是3颗左右，当然也可以依自己个人的喜好增减。我觉得蛤蜊多下一点，它其实不会到太咸。白雅这道料理它非常的看火候，如果米跟水的比例不对，或是火太大太小，都会影响到它最后锅巴的成品。那我们该怎么去判断白雅到底应该煮多久？那我这边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研究总结下来最简单的 arroz bomba 这个米，它从生米煮到熟饭大概需要12分钟的时间。那这边在火炉上煮的时间，我们抓6分钟。6分钟到了之后，我们再把它这锅饭转移到烤箱，再烤6分钟，这样子我们的白雅就完成了。那当然，在煮的过程中，我们还是要去试它汤的味道，真的是不需要再多加盐巴，它蛤蜊本身的咸味就已经够去调味整锅饭。现在白雅的6分钟到了，6分钟到了之后，我会先让它关火休息1分钟左右，让它淀粉可以有时间静置沉淀，那最后才会煮出我们想要的锅巴。静置完成之后，就可以把我们的海鲜放上去。海鲜放上去之后，我们就一同把它进入烤箱，烤到熟，这个白雅就完成了。我们烤箱预热200度，然后把刚刚静置好也放上海鲜的白雅送到烤箱。我们一样设定6分钟。那现在白雅它烤的时间到了，我们把它出炉给大家看。这就是我们刚出炉烤好的白雅，可以看到它米上面的淀粉质啊都已经凝固。那当然锅巴最主要是在锅里，所以在出炉之后，我会用大火稍微再烧一下锅子底部。这个过程大概30秒就好，我们不要让它烧太久，不然底部还是会烧焦。最后我们放柠檬去装饰就好，然后一些叶子把它点缀一下，这样子一个西班牙的海鲜白雅就完成了。